心齋橋同埋道頓窟係去大阪旅遊嘅必到之地，已經搶先介紹咗。今集以難波界隈為主題，跨一跨難波火車站同埋四周圍嘅地區。界隈呢個字喺日文旅遊雜誌同埋網頁經常見到。難波界隈即係指難波同埋附近嘅地方，呢個地方一帶都係不容錯過，代表現代大阪嘅旅遊勝地。最新日本今集係金色城市物語系列，介紹剩落嚟仲未去嘅難波一帶。除咗睇睇巨大車站南海火車站之外，仲向東行睇睇曾經係墓地同埋刑場嘅千日前，向南行睇睇黑門市場同埋動漫勝地日本橋叮叮灘。相信同最多觀眾有密切關係嘅景點就係生果鮮魚黑門市場。價錢貴，遊客區價，令呢一個市場名譽大損。今次就查過究竟，發現咗遊客區價習慣唔係太常見嘅日本，點解偏偏黑門市場會有呢個問題？解開咗多年嘅謎團，原來黑門市場本身都係受害者。先嚟日本橋一帶跨一跨，由南海難波站或者地下鐵心齋橋站出發，行去動漫勝地途中，先會經過一個超著名旅遊區黑門市場。去大阪市中心同埋難波旅遊嗰陣時，應該唔少人會去呢一個識得招呼海外遊客嘅市場。嚟呢度嘅原因，或許係太接近馳名全世界嘅遊客區心齋橋跟商店街。中意冒險嘅遊客發現咗呢個市場，就令呢一個本來係街坊嘅街市，亦都變成咗旅遊區。今次由大馬路界根入口入去行一行。根據2008年嘅調查，黑門市場一日有大概15000個客人到訪，大部分都係日本人。日本促進旅遊業之後，外國遊客漸漸增加。到咗2016年，一日大概有26000個客人，70%都係外國遊客，絕大部分都係嚟自東亞。唔知道大家對呢個市場有咩印象呢？唔單止係海外，就算日本國內都有唔少人認為呢一度嘅貨品價錢比較貴。我諗理由，或許係因為太接近市中心，方便遊客唔需要花時間到處去揾含日本地道氣氛嘅景點，慳咗時間又慳咗功夫，貴一啲都冇乜問題。仲有我曾經介紹過嘅天神橋跟商店街同埋鶴橋市場，雖然日本國內冇人唔知道，但係對於外國人知名度唔係好高，所以佢哋就自然蜂擁到黑門市場。鋪頭佔咗優勢就唔怕推高售價，但原來事實冇咁簡單。隨着人口老化，唔少店主都到咗退休年齡，其中一啲揾唔到接班人，唯有無奈結業。中國投資家看準咗時機，收購咗空出嚟嘅鋪位，再開張自己搞生意。市場裏邊就開始發生咗問題，部分店鋪擺出咗大型嘅招牌，破壞景觀，亦將貨品陳列喺通道上面。中國人店員叫賣嘅店鋪，商品價格明顯較高，熟食有啲貴到成幾千日圓，一個肚賣成1000日圓。市場裏邊有大概180個鋪位，當中有150間商店加盟咗市場嘅聯會。聯會同未加入嘅店主，尤其是係來自外國嘅，難以溝通，未能盡力保持市場裏邊舒適嘅環境。為咗避免環境惡化，解決呢個危機，聯會喺2013年以3800萬日元賣咗已經結業嘅超級市場鋪位，作為貨倉同埋休息室。原來已經有海外投資家睇準咗呢個鋪位，不過聯會早一步收購咗，避免落入其他人手上。當時聯會嘅副理事長吉田清純表示，希望保衛商店街，亦都希望吸引更多海外遊客。聯會為咗方便海外遊客，提供免費嘅休憩處，而且可以進食。另外亦都聘請咗識英文、中文、韓文嘅員工駐守。睇咗黑門市場比較黑嘅一面，亦都搞清楚點解商品價格被調高成為旅遊區價位。跟住就介紹乜嘢係黑門。呢一個市場已經有200年歷史，早喺1822年已經開始賣鮮魚。當時嚟自泉州同埋界嘅魚商人，本來一直強行將魚獲拎到去主要嘅魚市場集魚場販賣。集魚場係當時大阪最著名嘅魚市場，不過因為佢哋違規遭阻止繼續販賣，所以就將賣剩嘅鮮魚拎到嚟日本橋賣俾市民。
黑門市場本來叫做圓明寺市場，圓明寺嘅山門有到黑色，呢一個亦都係黑門市場名稱嘅由來。喺1912年發生咗難波大火，包括山門，整座圓明寺遭燒毀，所以圓明寺市場呢個字漸漸遭人遺忘。而寺院嘅位置就係市場入口大院白衣以東嘅一帶。20世紀初嘅黑門根就成為今日嘅黑門市場，以貧民為對象嘅市場，本來就以平價為宗旨，以街坊價服務附近居民，高價一啲都唔配合呢度嘅歷史。如果唔去黑門市場嘅話，可以行另外一條路，出咗南海難波站，向心齋橋近商店街反方向行，會揾到人氣品牌無印良品同埋音樂殿堂 Tower Records。相信唔少遊客會嚟到呢度就會翻轉頭，唔會再沿住南三通繼續行。不過對於動漫玩具迷嚟講，勝地近在咫尺。沿住南三通行，南三即係難波三丁目，兩邊已經揾到電腦鋪同埋夾公仔鋪。漸漸就感受到宅男們散發出嚟嘅汗水味，仲有女僕們嘅少女香氣。一直沿住行就會揾到電腦鋪 Dospara， 向右轉就會去到著名嘅澤之路 Otarodo。不過今次揀咗另一條路線，繼續向前行，去到東京瀝販嘅路口，再向右轉入界根。呢一條大馬路兩邊有唔少動漫店。再行到四丁目，仲可以揾到2006年開張、全高5層、全日本最大規模嘅玩具店上新電機嘅 Super Kidsland， 而前面仲有曼達拉奇。翻轉頭去阿多 Home Cafe 嘅路口轉左，就會揾到地標嘅動漫精品聖地 Animator。邊行一行呢度，邊睇一睇呢度化身成為動漫聖地嘅故事。故事嘅前半即係二戰之前，稍後會講解。喺呢一章由二戰之後講起。戰前日本橋已經發展成為古書店街，有啲似東京嘅神保町。由北面嘅道頓窟開始，南至到日本橋五丁目，開滿晒古書店，全盛期有成60幾間。呢個發展同秋葉原完全唔同。二戰嗰陣時，大阪遭美軍多次大空襲，成個日本橋只有松阪屋百貨逃過大難。恢復和平之後，啲人就好快翻返去戰前已經係商業重地嘅日本橋。呢一度亦都唔例外，成為咗黑市。鋪頭唔單止賣食物同埋日用品，仲賣美軍釀出嚟嘅收音機零件。戰後唔係好耐，周圍都揾唔到國產嘅零件，所以嚟自美軍嘅零件十分之珍貴。冇 YouTube 甚至冇電視嘅年代，收音機就係主要嘅娛樂。已經組合成為製成品嘅收音機實在太貴，一般人只好收集零件，自製一部獨一無二嘅收音機。就好似90年代買電腦零件砌電腦咁樣。之後嘅發展幾乎同秋葉原相同，簡直就好似奇蹟咁樣。相隔幾百公里嘅呢兩個地方，竟然踏上相同嘅前路。由收音機轉賣家電，95年乘住 Windows 95熱潮，漸漸變成電腦街。之後動漫文化入侵，就變成而家嘅模樣。不過亦都有同秋葉原唔同嘅地方。例如1978年，電器街收集咗市民嘅意見之後，改咗一個花名，叫做電電攤，意思即係電器城。1990年代，日本橋一帶有大概500間電器鋪同埋模型玩具鋪。喺相同嘅時期，由界根走入一個街口，就係聚集咗宅男宅女嘅宅路 Otarodo。大概喺2000年左右，呢一條小街本來稱為御宅通 Otakudori。呢一度最先聚集咗電腦發燒友，可惜砌電腦嘅文化已經走下坡，電腦鋪已經頂唔順要閂門，動漫鋪就接手相繼開鋪。2010年代，動漫鋪已經佔領咗呢一個電電攤，同東京嘅秋葉原瓜分二次元文化天下。呢度同秋葉原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日本橋由兩條商店街聯會合力作發展。聯會喺2005年起，每年3月舉辦祭典日本橋 Street Festa， 主要嘅節目有 cosplayer 巡遊。2019年嗰一屆，一日有近23萬人參加，來自台灣同埋歐洲嘅 cosplayer 亦都有加入行列。宅男宅女不停係咁撳手機同埋超長炮單鏡相機嘅快門，
佢哋滿載而歸。唔知道幾時先可以再見到呢個盛世。心齋橋同埋杜頓窟開滿晒小鋪，不過要揾大型電器店都唔難，只要行5分鐘就可以揾到高8層嘅 Big Cam 難波店。呢個地方喺50年前曾經發生咗日本史上最慘痛嘅大火——千日百貨大火，118人喪命。千日前呢個地方名非常之特別，喺江戶時代起，至到1870年左右，呢一度係處刑場，無數囚犯喺呢度遭行刑處決，而且呢一帶仲係火葬場，更加仲係一大片墓地。為咗超度亡靈，每隔1000日就會念經，附近嘅寺院、發善寺同埋竹林寺就咁就被稱為千日寺，而呢一帶亦都被稱為千日前。頭先提到嘅1912年難波大火出火嘅地方，就係喺千日前嘅錢湯百草湯，成個千日前成為咗火海，大概5000戶遭燒焦，附近嘅食店、戲院、劇場無一幸免，可見難波一帶喺100年前已經係旺區。大火之後重建，喺 Big Cam 嘅位置先重建咗樂天地主題樂園，不過唔夠20年就因為赤字而結業。清拆之後起咗大阪歌舞伎座劇場，劇場亦都因為赤字而結業，喺1958年改建成為咗7層高嘅千日百貨。雖然個名叫做百貨，但係同而家睇嘅百貨公司完全唔同，應該話係商場可能比較合適。6樓係保齡球場，7樓係夜總會。慘劇正正就係發生喺呢一間夜總會。1972年5月13號夜晚10點半，商場裏邊除咗夜總會之外，其他樓層已經結束咗當日嘅營業。職員喺3樓發現出火，就匆忙咁樣通知其他人幫助，並且按鐘通知保安室。嗰陣時嘅時間係10點34分。現場有2個電機維修工人拎住滅火筒企喺大火前面，不知所措。原來佢哋係唔識用滅火筒。消防收到通知係10點40分，3分鐘之後就趕到現場。不過並冇職員通知7樓坐滿女郎同埋客人嘅夜總會 Playtime。商場裏邊有唔少時裝店，化學纖維製嘅成衣好容易着火，遇火之後發出一氧化碳，黑煙一瞬間充滿整個樓層，並且急速往上衝。7樓嘅職員同客人發覺火警嗰陣時已經太遲。當時留喺大廈裏邊嘅199人當中，118人喪生，另外81個人受傷，當中包括27個消防員。更加令人心寒嘅係，喺7樓揾唔到路走嘅人，抵受唔住濃煙，93個人一氧化碳中毒喪命。而選擇跳出窗逃生嘅人，亦都逃唔出呢一劫，22人墮樓喪命。當時喺附近經營章魚燒店嘅宮本愛子回想當日嘅情況，佢聽到商店街上蓋一聲又一聲嘅巨響，並且喺訪問裏邊形容人由高處墮下嘅聲音。慘劇最大嘅原因係消防設備同埋防火意識不足，樓梯口防火閘冇閂埋，舊落成嘅大廈唔符合日後成立嘅最新消防法例，亦都可以照常營業。大廈亦都冇消防灑水系統，避難路線亦都唔清晰，亦都冇做防火訓練。火警嗰陣時，7樓冇職員控制場面，引導客人逃生，引起恐慌，場面不可收拾。事後法例遭修改，喺地震特輯裏邊亦都介紹過，每一次大地震之後，大廈防震標準嘅法例都會被修改，只有慘劇發生，造成人命損失，先至能夠作出改善。防範於未然係不切實際嘅夢話。你知唔知道學校工作地方嘅逃生通道同埋滅火筒嘅位置呢？去難波、心齋橋、杜頓窟呢20年嚟急速發展成為馳名世界嘅旅遊區，就唔可以唔提連接關西機場同埋難波嘅南海電鐵同埋南海線。呢一條路線仲有火車站，改變咗難波一帶嘅發展。千日前去到19世紀中期為止係一大片墓地，之後墓地轉移到阿培野，即係天王寺附近，
空出嚟嘅用地變為娛樂事業地區。南海電鐵嘅前身板界鐵道早喺1885年通車，作為日本第3條通車嘅私營火車路線，連接難波同埋界市，一口氣帶旺咗千日前呢一帶，一洗多年嚟作為墓地同埋刑場嘅印象。1912年發生大火之後，南海電鐵出資復興，喺千日百貨位置興建咗主題樂園樂天地，有回旋木馬、滾軸溜冰場，仲有水族館，真係希望樂天地可以復活。而家嘅難波站已經係第4代，於1932年落成，同百貨公司高島屋連成一體，成為超巨型火車站。雖然已經多次修葺，1980年同埋2007年作大規模改建，不過外觀上保存咗昔日嘅面貌。除咗高島屋之外，車站仲連接大型購物商場 Number Parks， 於2000年代落成。呢一個商場嘅前身原來係一個棒球場，大阪球場，於戰後1950年落成。位於大阪市中心地帶嘅呢個球場係南海鷹隊嘅主場。熟悉日本棒球隊嘅觀眾應該知道，現時有一隊球隊係福岡 SoftBank Hawks， 前身就係呢一隊南海鷹隊。1988年，南海將球隊賣俾零售集團大野，球場失去咗主場球隊。喺10年之後嘅1998年，遭封閉同埋清拆，興建咗而家嘅 Number Parks。商場嘅露天廣場上面遺留咗昔日球場嘅蹤影，睇睇地板上面有棒球場嘅本壘同埋投手丘，可以清楚了解球場、車站嘅距離同埋位置。昔日投手向住車站方向投球，展開咗多個精彩賽事。南海難波站位於南海大廈3樓，總共有8條路軌、9個月台，係私營鐵路裏邊規模僅次於阪急電鐵嘅大阪梅田站，屬全國第2。配合1994年連接關西機場嘅路線啟用，專用特急列車5萬系 Rapido 亦都投入服務。當時 Rapido Alpha 班次中途唔停站，以極速時速120公里，29分鐘來往難波同埋機場。不過因為利用乘客人數不及理想，於2003年廢除唔停站運行，途中加咗停站，所需時間亦都增加至最快33分鐘。列車車頭嘅設計獨特，有鐵人28號、鐵面具、深海潛水艇等等嘅外號，大受歡迎，一改南海電鐵嘅形象。再翻去日本橋睇睇戰前嘅故事。江戶時代起，相對於係墓地同埋處刑場嘅千日前，日本橋呢一帶比較發達，係通往南方界同埋和歌山紀州街道嘅起點，亦都係連接住吉神社嘅參拜道。作為宿場聚集商人，唔難想象當時有幾繁華。由黑門市場嘅一丁目為起點，直到上新電機嘅五丁目，中間以界根貫通。而家兩邊開滿晒電器電腦鋪同埋動漫精品模型鋪，仲有以海外遊客為目標嘅藥房。順帶一提，日本橋係起喺道頓窟上面嘅行人行車橋，位置就近道頓窟商店街盡頭嘅蟹道樂。沿住界根一直南下，就會到達另一個旺區新世界同埋通天閣。20世紀初左右，喺新世界位置舉辦咗國內博覽會，興建咗通天閣同埋 Luna Park 主題公園，一躍成為大阪中心之地。加上大阪市電通車，帶旺咗日本橋。當時界根係大阪市嘅大街，直到魚塘根開通之後，20世紀中期地位漸漸被取代。睇睇呢間鋪頭，明顯唔係5層高，但大大嘅招牌寫咗大阪名物5街。究竟係咩玩意？初代通天閣高108米，於1912年落成。原來早喺20幾年前，日本橋已經有一座名為眺望閣嘅觀光設施，高31米，正正就係5層高。各層有賣衫、文具、玩具等等各式商品嘅店鋪，就好似百貨公司咁樣，人流聚集，四周吸引咗露天店嚟擺賣，有古着、古董，仲有日用品、入口貨等等，
包羅萬有，亦都可以發現商品都唔係高檔貨，顧客亦都以一般平民同埋學生為主。呢個地方當時俾人嘅印象係一條古着街，有啲似而家東京嘅下北澤。以大量學生顧客為對象，二手書店紛紛嚟開鋪。1930年代差唔多有成40至到60間二手書鋪，數目唔遜色於而家嘅電器鋪同埋動漫鋪。御堂筋落成咗之後，街根漸漸衰退，書店結業之後，當時主要娛樂嘅收音機、賣相關用品嘅鋪頭進軍日本橋，睇書嘅學生同埋文化人多數都中意聽收音機。呢一個潮流為日後進化成為電器街打好咗基礎。整體上，日本橋同埋秋葉原嘅發展有相同之處，亦都有唔少差異。我會着眼於共通點嘅學生，活躍嘅學生人口比率高，就容易帶動潮流，甚至改變一個地方嘅發展。呢兩個地方發展上，學生佔不可忽視嘅地位。人口老化嘅日本，只有靠行政嘅城市規劃同埋高財力嘅發展商，先至能夠大幅度改變一個地方嘅發展。去難波嘅主要交通工具，由機場同埋和歌山出發嘅話，會搭南海電鐵；市內嘅話，會搭地下鐵；由奈良方向出發嘅話，或者會選搭近鐵。相信唔會有人特登搭 JR 用難波站。JR 難波站實在遠離遊客區太遠，甚至可能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個車站嘅存在。最後一張睇睇呢一個一日使用人數只有16000幾人。由環狀線金宮站分叉出嚟，俗稱為盲腸線大和路線總站嘅 JR 難波站，位於榕橋根商店街盡頭嘅南海難波站，一日平均利用人數達25萬，地下鐵心齋橋站亦都達15萬，遠遠拋離 JR 難波站。我今次由 Number Park 出發，唔經地下街行，去一去呢個車站，發覺途中乜都冇，感覺上仲好遠。好難提起決心再行第二次。經地下街 Number Walk 嘅話，相信唔會咁痛苦，不過路程都要用上15分鐘，感覺上就好似由山手線嘅東京站行去京葉線嘅東京站咁樣。況且關西 JR 線比唔上關東嘅咁方便，搭私營鐵路可以方便去鄰近嘅京都、奈良同埋神戶，根本冇理由要用 JR 難波站。其實本來呢個車站個名係名為秋丁站，於1889年啟用。除咗客運之外，仲有貨運，而且地址亦都唔係喺難波，而係喺秋丁。點解會改名嘅呢？原因就係為咗配合1994年啟用，吸引國內外遊客使用嘅關西機場，所以就改名成為 JR 難波站。加上本來位置地上嘅車站搬咗落地下，於1996年地下車站啟用。上蓋係市政府出資興建嘅大阪市機場總站 Osaka City Air Terminal OCAT， 同車站同時開幕。OCAT 可以辦登機手續，亦都設有巴士總站。JR 難波站亦都有直通快車來往關西機場。可惜個設施點樣豐富，亦都唔能夠抵消距離市中心15分鐘嘅弱點。火車站同埋 OCAT 利用人數遠不達理想。登機手續服務早喺1998年已經遭停辦，而直通機場快車亦都喺10年之後嘅2008年停駛，總站就改咗去大阪站。JR 難波站附近嘅地下街人流都唔算係零，而上去地面度睇就會知道呢一帶係有限嘅住宅。大阪市同埋 JR 嘅如意算盤打唔響。2003年日本政府落力促進海外旅遊業，訪日旅客年年上升。不過亦都挽救唔到 OCAT 同埋 JR 難波站，實在難以理解遠離市中心嘅地理位置呢一個決定性嘅缺點。市政府同埋 JR 冇認真咁樣面對。如果火車站位置於道頓窟當期附近嘅話，相信情況完全唔同，相反仲會搶翻南海嘅乘客。更加令人驚訝嘅係，大阪市政府同埋 JR 西日本仲未氣餒，計劃興建新路線連接北梅田同埋難波地區，而且更有南海電鐵同埋阪急電鐵加入共同開發。新路線稱為難波根線 Naniwa Suji線，預計喺2031年啟用。
加強來往梅田同埋難波嘅交通。共有4個新車站，其中3個由 JR 同埋南海共同發展，有北梅田站、中之島站、西半町站。第4個站就係南海嘅新難波站，呢個站位於南海難波站同埋 JR 難波站之間，距離市中心200至到300米。難波根線呢個計劃另揾機會再講，重點翻返去 JR 難波站上面。睇到其他日本火車迷對呢個計劃嘅意見，大都係正面，並且期待通車之後 JR 難波站會起死回生。JR 的確有計劃設路線由大阪站途中經半死城嘅難波站，再去關西機場，方便來往大阪北地區嘅梅田同埋關西機場。不過 JR 難波站遠離市中心嘅問題就一啲都冇解決。難波界會仲有呢一個車站將來嘅發展，拭目以待。